看 BP， 感觉 AG 会去把海月真凶搬掉，优先级很高。然后微博前2班肯定锁一个鲁班纳斯。海月没问题。感觉 AG 后手的话，我看他今天班位，他知道小麦状态好，可能会把小麦的就是唯一的一个游射阿里给直接搬掉，这样小麦就没英雄了。搬掉，搬掉，很准。但是要狂铁，微博要搬的狂铁太多了，把空空儿放了出来。空旷儿、张良全都给你。但微博这边用过了，所以说 AG 这边一楼不用急着抢。展文玉，要不要抢一下空空英雄池？教练的选择是什么？公共英雄池现在还有个静和凯和袁坦。凯，就今天 AG 贯彻了一个点，得前排者得天下。是的，确实，我就堆肉。对，凯，微博是不是也要堆肉了？是吧？这把一定得来个前排了。微博已经连续在前排这个事情上吃亏了整整3把了。夏洛特算半个前排，把球要传给边路了。打野和游走一定得来个前排啊，直接苏烈顶前排。这样的话 ，AG 可以直接来一手真机啊。是的，因为真机打多前排好打，但是微博3楼有火舞有猫，真机打这2个是被克制的前中期。但到了中期有朵利亚的续航，还有自己一些关键装备出来以后就还好了。先来朵利亚加双大凯，火凯双大凯。怎么说？还是真机。那微博3楼大格力是一手沈梦溪。是的，这不拿就没有英雄了。因为听月今天在看见 AG 玩那个猫咪的时候都没有玩火舞，那今天估计应该不会玩火舞了。坚持一下，哇，怎么看的我都觉得有点心酸。沈梦溪，沈梦溪。两边的射手都还没有出，微博可以先慢先抢。对，微博应该是要搬个戈亚的，因为 AG 也没什么射手了。老夫子，其实感觉这种苏烈加洛特，然后左边这种阵容配个老夫子，发育度不是特别好用，但还是搬掉了。主要 AG 的中辅都出了，也不太可能直接选大乔。AG 没有 ，AG 基本不会在决赛，包括连这么多的时候，他就做一些很冷门的，他没必要。对，他只需要做最扎实的东西就可以了。戈亚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戈亚打这3个都挺好打的。暖阳还要被搬啊？暖阳应该要镜应该得处理一下。对，先搬橘右京，先搬橘子，橘子打凯嘛。而且橘子加沈梦溪前期的强度太高了。对，没事，暖阳还有一手药和镜。我觉得会搬掉镜。是的。因为药现在的强度实在没有那么高。对，就算你把药搬了，那我就玩镜。镜，夏季赛也就暖阳在玩。镜这个英雄对于北京微博来讲，是一个在0比3的时候会不做思考选出来的英雄。对，但是微博不太理解他这个艾琳把这个班位不搬司空阵，司空阵打右边这也挺好打的，就前期有点难受。他有自己的理解。守约。哦，他就是怕守约打不动东前排，所以他拿了个抗压射，所以把老夫子给搬掉了。而且也有位移 ，AG 司空阵可以出，司空阵肯定要出的。对，剩下一个看这手发育路，一诺射手没有龙了，也没有戈亚，看会选个什么？让观众在比出4比0的手势。以陛下的名义，狄杰。狄杰打平推还可以，但是司空阵100%胜率吧，选择代替司空阵。他今天开场的时候出场都是给的这个英雄的动画。狄杰这把前期对线压力不是很大，但是到了中期感觉猫只要军事猫炸他和真机还是很好炸的这把。好在有一手朵利亚，有续航。对，但是微博这把阵容已经看起来，韩信，真的要选吗？这个画面。这把我死去的回忆在扎我。这把韩信不太好用啊。要的话更稳一些。对，要这阵容没毛病的。打野要打司空阵和凯都挺好打的。主要
微博这手韩信的话 ，AG 这边5个英雄没人怕。对，就是曾经有句话叫做在0比3的时候，要么国士无双，要么彻底疯狂。他亮这个韩信可能只是想请一下神，请一下自己，找找当年的自己。对。其实，但其实不敢想，真的不敢想。说实话，当 AG 今天是这个状态、这种沟通方式的时候，在3比0的情况下，没有人敢去想让3追4这个事情。但是你不得不说，就因为对面是北京微博，即便他今天前3局被压的几乎没有任何翻盘点，几乎是碾压局，几乎喘不过气，但你始终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丝的可能性，感觉就是它不是0，你知道吗？哪怕它是0.1%，它也不是0。对。其实感觉这把微博的阵容还可以的，是的，只要他这把双面顺了，守约打得中也没什么压力，然后猫也很好炸，要前期做事频率肯定要比凯多。但 AG 这把还是会打得很谨慎的，因为 AG 其实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最危险的一次，也就是在 EWC 的决赛的时候，对，从1比3追到巅峰，连追3把。是的，包括他们其实也知道微博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他们完成过什么壮举，再加上这2支队伍在之前的几次对抗当中，包括23年他们有过无数次的碰撞，他们知道这支队伍本身身上是一种什么色彩。就微博身上其实一直有这种，就是我们认为冥冥之中不可能的味道。对。就在这个赛，在这个年代，其实已经感觉大家撼动不了 AG 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想象过，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支队伍会成为一个变数去碰一碰？本来我们真的以为，当微博这次来到决赛的时候，大家都说这个可能也许他们是个解题方案，但今天的前3局目前没有展现出来，但我们依旧可能心里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期待吧，保留一线希望。是的，其实我感觉 A7 这把前期布置是挺难布置的，其实不是那么好打。对，我想看一下他前期是怎么处理，然后让自己的经济稳住，然后去接中期的团战。就他前期一旦稳住了，就又变成中期那个状态。但今天的每一局比赛，其实前期就上一把是大帅前期破局，前面几局都是微博前期优势。对。但一旦到中期就是稳不住。但这把微博优了，他是真的能给你撕开口，他能杀死比赛的。对。就看他们自己能不能抓住这个能力了。其实一般在0比3的时候，你是应该能够放手一搏去拼命的吧？对。这个你是懂的。0比3的时候，选手应该已经置之死地而后生了。对。说微博这把开局也不太好换线啊。就算双面换线也很难对。到底这是不是命运的一局啊？到底对于微博来讲，这个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上，还是成为 AG 的注脚，成为4比0的背景板？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这个画面，其实我是没有想到的。就微博要想赢得比赛，要复刻让3追4，而且是爬进决赛的 AG。对，看这把 AG 前期怎么处理吧，感觉他前期挺难熬的。是的，如果他们能完成这种壮举，那简直真的是奇迹。来吧，进入双方的第4局比赛，蓝色方成都 AG 朝阳会，红色方北京微博，比分3比0。全军出击。进入比赛，直接换血。说梦溪在河道被打了太多的状态，要卖被动。是的，就硬卖，就被动来顶。沈梦溪过来，必须得拿这个红隼，不然前面就太亏了。哦，差一下，再跟一下，直接炸死了。就感觉结局果断了一些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说沈梦溪最后一发雷是在塔外没有吃到这个免伤的。是的。第4局还是微博拿到了1血。能不能稳得住呢？得把这个优势给扩大。这把前期只能靠听乐这个点。接下来的每一局或者说每一波操作都有可能是结束。北京微博决赛1血次数再次刷新，今天拿的也不少，4把里面拿3把，3把1血。对，上路资源吃了2个，经济还是微博领先500。主要是 AG 这把如果让甄姬跟沈梦溪单抢的话，肯定是抢不过的。对的，前期肯定是微博很厉害这边。阵容强度非常高。AG 想首先的话，只能让甄姬放线去帮双面支援。
闯过去，下路1v1前期还是狄仁杰的一个优势。是的，看守约的命中率，没狙到没，能够命中。如果中了2枪的话，那狄仁杰也是受不了的。是的，就得把朵利亚叫过来了。就看手抖不抖了。帮凯先提速，然后到时候去中路补尾刀。看一下一血，大帅想尽量拖延对面时间。东西直接卖被动，就这枪也没甩中。其实感觉开局微博不是特别赚，因为只要不出事的话，上路资源是要被刷了。但是梦溪还是卖了个被动。最后一颗雷很关键。如果听月没有，直接震惊了。哎，张永毅惊呆了。但你感觉他很放松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张永毅在想啊，怎么能这样死？是的。哇，这真机，张永毅想，这就是你妈蛋。感觉这中路，哇，这把确实3位看好微博的阵容前期优势。其实 AG 这种3人来抢中的话，微博也得来3个抢中，直接打状态就是能对抗。对，主要他们有沈梦溪，再进去，老杨很敢打，经历过大世面的他，都是有逞的两边。压一步，苏烈侧面进来，凯卡纳直接往里顶，正面卡住位置，拍了一手，激活往里打，但是实在是有点肉。蓝 buff 立线，有被动下去，打出了被动。卖了个被动，蓝反到了。是的，这一把的微博主动很多。就比分已经到这儿了，进也是一步，退也是一步，必须得打了，放开手打吧。下一波蓝区还得进。下一波八月路这边应该是甩了几局，看一诺的血量，对，甩命中率起来了，让大帅过来回下血，来回血了。哎，又是体育，连续2波，话最少的孩子，打得好凶啊，是吧？看这波红区时间能不能来得及。又过来了，又来一张，确实没人。关线，这龙应该是有了，终于来不及复活，看红区有没有想法。卡外压着炸，哦，先拿龙，稳一点。哇，再来一枪，队友挡一手，这就是守约加沈梦溪，双 poke，龙直接 run 掉，可以部署下一波进蓝区的节奏了。哇，体约，他这种状态啊，很火热。对，左边这双实在是留不住他。卡住这个位置，说实话 ，AG 的下塔有点危险。想尝试性用狙来抢一下，这波下路3压3，看能不能压掉。暖阳肯定有中间。再过来，再丢一颗雷。哎，这4分半的时间里，沈梦溪是有大招的，音乐的存在感极强。看这一局没中，炸，再炸2个，风也出来了，卡住位置，拼命的帮助小麦，想要推到发路的他。只能说幸好这2局没中。感觉梦溪应该凶一点，直接去压长生位置，只要稍微绕一点，下路这2个人要死的。其实这把小麦命中率只要但凡再高个50%，刚刚这一塔就有了。是的，但这波选的压下来了，蓝区没进。再炸，跟住位置，另一边也在咳。守约梦溪去压位置了。这样的话，连续2波压 AG 下一塔的节奏，蓝区的节奏是断掉了。哇，小麦这个命中率还是没上来。哎，这波感觉微博下路压力给的不够大 ，AG 扛住压了。野区卡住位置，实在不行，下一波得把暖阳给叫过来。音乐现在是腰里揣副牌，逮谁跟谁来。见面先来一套，现在要反压你了。对，又放线，中路给暖阳吃，你压不死我。但线被一诺要快清掉了，就换我来打你。哇，听乐在消耗，再要死了呀！这位置感觉边扭边打，拉半步，守约跟点我买 CD 了。这几波其实微博的节奏有点停滞了。这几波微博节奏被 AG 给指出了呀。对，主要那波蓝区没有选择进，选择压下一塔还没推掉。是的。这波中路1打1，暖阳打压开肯定是有线权的，只要梦溪把红梅那位置卡住，下路感受他就直接过来越就行了。听乐的有点图啊。对，听乐前期其实是做了挺多事，他很努力了。他每波都在放线去支援发育路。对，他现在精力低下来以后，其实有点难受。但他已经把那个能做的事儿都做了。对，盯着清。看兄弟们你们怎么说的呀？微博下波得进蓝区了，这个下一塔不能再压了。节奏再停滞下去要出大问题了。上路3个人。要压轩然。应该把人给逼出来，然后进蓝。 2EA 3大招拉回去，逼了凯的一个大招，凯不怂，往出顶要捍卫自己的野区。但苏雷被打残了，这个蓝也进不了了。这波 AG 是5个人协防蓝区，感觉又挺住了。但这波下路守约能拆1塔，下路守约要拆1塔了，这波还行，至少有收获。看微博上1塔能不能守住。
经济很高，前3都是微博，这是这局的第一。这波微博上路不能出事。哎，梦溪的位置，顶，送回来找到位置，来回拉了一套，但是这大招除非这都没有能够杀掉。但里面看又来了，听乐侧面杀出来，补雷，再来一个是给个大，再炸跟上队友。还要炸吗？听乐，这波微博可以拆中医。看一下位置，微博的进攻节奏没有停下来，由听乐掀起的一波反攻的号角。这波中医要给你上压力，3守5，5打3，侧面带绕后，哇，卡位置，能推，人有枪又没中，再炸，闪，差一点点。AG 这阵容这把太呆了，他们转线的话是非常笨重的，这听乐就一直在塞啊，感觉没有停过。这把真的小麦能理解啊，0比3的时候可能有些影响，可能更小心，但是他这把真的弹丸命中率高一点，我感觉刚才可能现在就是7比0、8比0了。是的，节奏会更快一些。手红被保住了，但经济差已经来到了将近4000，对，比较多了，不到8分钟。好像尽快6000经济了。吸血术出来了，猫咪的关键装备又抓渲染，再跟减速到了，大招逼出来，侧面队友这样给我赶，应该不会打了，还是不中。这局中了的话，应该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准心。蓝区也刷新了，这波稳稳开条龙，一波3线，应该假压。对，比都强。等小麦10分钟刷个破晓也是很好点的。小麦一会儿不行，没所谓，大不了我布局了，我直接点。对。看一下神木西，这个伤害8616%，44.2%的伤害占比。听乐说，我还不想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决赛的赛场。再尝试自己很谨慎啊。要等10分钟的节点了。现在狄仁杰和甄姬都是给猫炸的，一直在用。说佐利亚的回，他也是慢慢的回。是的。沈梦溪的第一颗雷有点挡不住。看见中医了，梦溪。在等，在等守一个破晓。是的。这波子墨应该要传过来。南阳红刀战斧宗师非常带一颗雷啊！他这个出招。这2挑到只要2/3血的甄姬就直接秒了呀！是的，他现在这个装备伤害极度爆炸，1段、2段压过来想逼技能，但是一个小走位，再一个小走位，虽然2个小走位把技能躲了一串。补枪没中，一技能动自己很关键，是预判了往后撤半步的位置。对，没事，拿个红，10分钟开波龙。听乐反而心率还稳了下来啊，104。就只要队友帮视野站住，听乐这边就是无压力消耗。马上10分钟的节点可以把对抗路的线给断掉。开始补魔抗，中意的魔女。一诺这边也在补魔女，差一个合成费。再给蓝区压力，只是给点视野，优先过线，10分钟。这边下路的视野是看到了渲染斗视野了，哎，逼惩了，那微博可以直接摸龙啊。对，中医都没惩了。现在小麦下前排的速度是很快的，可以直接 run 掉。对，可以直接 run 龙血，反正你没惩，抢不了。而且过来的话得吃神魔系的雷，很果断，run 掉了，没问题。再顺势往野区里走一步，野区里现在没什么资源。主要现在这个守约的话 ，AG 这边是很难摸到他的，手太长了。现在魔抗都出来了，听乐要等一个法传棒才有输出。是不着急啊，队友应该也能接过接力棒了。侧面，夏尔塔应该要放了。不想给吗？全部赶过来，暖阳是侧面，暴打苏烈，抢2个拍到。暖阳这位置，暖阳大招拉完，暖阳再走，那个技能说，渲染回收，这样跟进，尝试跟上，2个再打，第2条命也活不了，灯点不了，这也没打过，这波开的有点太强行了，这也能翻，哇！在不到11分钟的时间 ，AG 打了一波0换3，这么大的优势啊！你看右边的召唤师技能，还有左边的召唤师技能 ，AG 把所有的召唤师技能都用来进攻了，但右边甚至都没用。主要苏烈在那波开的一瞬间直接被拆火了，对。虽然说大刀2个，但没有把人给推回来。反掉红 buff， 哇，大帅！又是体烈又来了，再跟上。击破配合子墨，与此同时，中医是把暗影初代给偷掉了。
这样感觉听乐的发育速度会快很多啊。这把猫有钱的话，打团其实能打很多。这波又算是止血了。对，其实前面这波打完感觉要出事了。是的，是没有必要开的那么强行，因为前面讲到那个点，就是手约没那么容易摸到，小麦是可以慢慢打的。但你非要一股脑往上冲，被反打，这是没办法的。右边阵容只要保着小麦和听乐慢慢打就能打。是的，因为微博左边手很短，有个真机可以去打一个反手，就没有必要硬要那么开。如果开了实在不好打，也可以退回来。对，就下波微博压塔的时候，只要让苏雷在旁边站着就行。上波长生打了太多的输出了，一颗雷，长生也3件套了，再找位置，观众没有魔抗的一下也很痛。是的。AG 的先锋还没有放，去。这波暖阳漏的话，正面红是不太好反的，应该能被 AG 守住。如果真的到了中后期，好像顾打前台和拼一波团，那双大凯有点太猛了。是的，好像并不是很想直接放，尝试性的抢一下，手里有狙甩过去，这一枪抢到了，狙掉了。这波 AG 能把线给运出去了，这波。微博得先处理掉上路的大龙兵。对。好在刚刚那条暗影先锋给 AG 拖了不少的时间。是的，一诺这边也破小了，但毕竟是个狄仁杰啊，守约后期的这个强度还是摆在那里。对。但守约打真机到这种时候只能偷真机，真机只要不掉，其实 AG 正面现在很猛。是的，小麦的想刀跟上去，哎，听约一枪闪现，两下有枪没有挡掉？挡掉了。如果不挡的话挺危险的。哦，下路怎么在单打两个对抗路之间的碰撞？另一边苏烈这边是拍了一下，但是没效果，打得很凶。小麦的逐日马上就做出来了，枪中了，命中率开始慢慢往上走了。再来一个雷，瞄准，中了，一场封上配合子墨。找到了后方残血的一诺，一诺一倒的话，正面微博可以继续打，多打少。是中上的2路线，中二塔肯定能拆，看能不能把一座高地。哦，选择先去开龙，比较稳，稳健开龙。那正面苏烈得小心一点，不要给。感觉这种死人了，应该先借线压一波。对，要不然对面一个人来，对，一个人拿了龙不一定能上。其实主要我感觉下路那波强开有点后怕，对，就是那波其实本来估计心里咯噔一下，要不是中路那2个人头拿回来了，很麻烦。没事，听乐这把状态很好。是的，滚烫。高地现在拿了龙也是一样能压的，守约到时候藏个视野就行了。看他们就是不能让长生乱弹。还有就是梦溪这波不能开得太强行。现在守约有进攻了，还是能找到真机位置。对，找到真机也受不了，残了高地就守不住了。哦，被看见了小麦，这位置这波高地不太好上。再换个角度，技能飞过来，转下路侧面，空大。哦，另一边凯位置压得非常深，往出挤。还没有伤害的，这是的，回推送到人堆里。小麦开逐日，但输出不是很够，离得有点远。再点2枪。但下边已经没有兵线了，即便点残了 ，AG 还是能回泉水补给。还是得断线去开暗影主宰，这高地还是挺难上的。这波把塔都压了半血。是的，只要一个长生的真机，一张一诺的黄牌，再加上还有大帅的这个刷新，其实你高地硬上风险也很大。5杠0的猫咪，这把主要节奏全是靠自己去起的。这把但凡微博能赢，我感觉这个 MVP 跑不了，应该是跑不了的。特别是在那一波 AG 打完0杠3之后，微博又是靠听乐的一波双杀及时止损。感觉梦溪这个苏烈的高光画面明显就没有大帅的多。是的。暗影主宰应该也能 run 掉，要不他实战实胜。但我觉得好处啊，就是他这把也不需要非要有那么多高光，就现在看起来可以收着一点。就是他如果硬要去找高光，反而容易出问题。他现在也不好开，是的，开了很容易炸。现在他就别着急开是最好的。把暗影先锋放在了上路。现在洛特有了优势，也不是很怕时空阵了。子墨这边做了一个兵甲哦，有想法。梦溪这边是第一件补的魔女，没有做出兵甲。削2段，暖阳2段大拉走，削到长生了。状态压得有点低，但小麦另一边过来，注意开大招，高地凯开大招硬顶，这波高地应该是守不住了。真机没大招了，再甩一枪，命中。上路还有个大龙兵，这波上官应该有机会能拆。苏烈角度一枪又打到真机，感觉苏烈得开大。小麦不敢往上点啊，得有人帮他压一下位置，不然他点不了高地塔。对。哇，这波很可惜啊！
感觉梦溪现在有点怕呀。他前面是很莽，但那波莽完之后他自己也后怕。对，感觉他得上去压身位，然后慢慢被动。是的，他这波他不往上点，小麦不敢去点那个塔。是的呀。 而且一波双龙连一个做高地都没有拆掉，对，因为一诺就站在那里，你不往前顶，他一张黄牌下去，小麦直接没了。如果中了，万一跟闪现，而且刚刚那波真机是没大招的，机会没有把握住，得等下一条龙了，还是有点害怕。对，感觉梦溪还是要打进攻，打凶一点，打自己的风格。就他可以把大招给续着到高地塔前，不一定要真开，给威慑，要给威慑。哎，没事，浪费个3秒钟。 空位过来，但是凯无所谓。夏洛特的角度不错。看一下暖阳，暖阳在绕后，炸一下暖阳，这是位置。上野从侧面进场，闪现场位置，暖阳够不着，但是里面你少了一诺的射手，你团队能不能打反手过去？长生说：“既然我跑不了了，我直至死第二后生，拼命跟进来，横扫千军。目前还没倒，守约追点几下，暖阳再找位置，而且呢进来削一下，大招拉回去，手头还有保命，再跟着炸。第二次进场，手里有复活甲，轩辕开大侧面拉走，高地能拿。” 有没有机会直接一波5打3？有机会。是的，现场响起了古典兵线送进来，能不能再给比赛增加一丝悬念的色彩？有被动，还有没有变数？再炸2段，跟进去七星光芒剑一砸，配合队友往里走，锋芒毕露的小麦有一个残血的炮车，压住位置，兵线送进来，点水器。微博的比赛还没有结束，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。就无论这个比赛最后的比分是多少。